睡前聊历史，每天一个历史故事。今天我们聊的是宋朝皇帝为何看起来都很软。当我们提起中国古代的皇帝，大家脑海里浮现的往往是秦皇汉武那种雄才大略、杀伐决断的形象，或者是朱元璋、朱棣那种乾纲独断、令行禁止的霸气。但是，一旦把目光转向宋朝，画风似乎突然就变了。宋朝的皇帝给人的普遍印象是温吞、软弱，甚至有点窝囊。你看宋仁宗被大臣包拯把唾沫星子喷到脸上都不敢擦，宋真宗签下澶渊之盟，花钱买和平，哪怕是想要变法的宋神宗，也被祖宗家法和文官集团掣肘得寸步难行。于是很多人就会问，为什么宋朝的皇帝普遍看起来这么不强势？是因为宋朝皇室的基因不行吗？是因为他们缺乏政治能力吗？我的结论是，绝对不是。这绝非能力问题，而是一场长达300年的处心积虑的制度设计。宋朝皇帝的弱，是制度刻意削弱的结果，是宋朝为了走出5代10国乱世循环而支付的高昂代价。今天这期视频，我们就拨开历史的迷雾，用5000字的篇幅，深度复盘宋朝这套精密而残酷的锁龙的制度，看看赵匡胤和他的继承者们是如何亲手把皇帝关进笼子里的。要理解宋朝皇帝为什么弱，首先必须理解宋朝是怎么来的。公元960年正月初3，赵匡胤在陈桥驿发动兵变，黄袍加身，这是大家耳熟能详的历史。但大家往往忽略了这件事背后的恐怖逻辑。在赵匡胤之前，短短53年间，中原地区换了5个朝代，甚至出现了10几个政权。那是一个天子兵强马壮者为之的时代，谁拳头大，谁就是皇帝，谁掌握了禁军，谁就能篡位。赵匡胤本人就是这种逻辑的受益者，但他也是这种逻辑的终结者。当他坐上龙椅的那一刻，他内心最大的恐惧不是北方的辽国，也不是南方的割据政权，而是下一个赵匡胤在哪里。如果你是赵匡胤，你会怎么做？杀光功臣。刘邦和朱元璋是这么做的，但赵匡胤没有。他是一个极其理性的政治家，他意识到杀人只能解决人的问题，解决不了事的问题。只要节度使手里有兵、有权、有钱，哪怕是你亲弟弟去当节度使，也一样会造反。所以赵匡胤和他的谋士赵普制定了一个核心国策，这个国策只有8个字：稍夺其权，治其前谷，收其精兵。这简简单单的8个字奠定了宋朝300年的基调，也注定了宋朝皇帝不可能像汉唐皇帝那样强势。因为为了防止臣子造反，这套制度在限制臣权的同时，产生了一个巨大的副作用，它把皇帝变成了仲裁者，而不是独裁者。我们先看制度设计的第一个层面，权力的碎片化。在汉朝和唐朝，丞相的权力是非常大的，可谓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但到了宋朝，皇帝为了安全，把相权进行了外科手术式的肢解。宋朝名义上的宰相机构叫中书门下，主管行政，但是他管不了军事，军事大权被划归到了枢密院，这就形成了2府体制，中书管文，枢密管武。最关键的是，这2个机构互不同属，直接对皇帝负责。这看起来似乎是皇帝集权了，对吧？文武分家，皇帝居中驾驭。但实际上，这种设计让皇帝在决策时变得非常痛苦。举个例子，如果皇帝想发动一场战争，在汉唐，皇帝把丞相叫来，丞相统筹，户部出钱，兵部出人，一声令下，战争机器就开动了。但在宋朝，皇帝要先跟枢密院商量调兵，枢密院同意了，还得去问中书门下，因为调兵需要行政配合。更要命的是，钱也不归他们管。宋朝又设立了一个3司，专门管财政，户部司、盐铁司、度支司，号称纪襄。也就是说，中书门下想做事没钱，枢密院想打仗也没钱，所有人都得看3司的脸色。这还没完，为了防止这些部门串通，宋朝还搞了极其复杂的台谏制度，我们后面会细说。在这种制度下，皇帝看起来是所有权力的交汇点，但实际上皇帝陷入了无尽的协调工作中。
任何一个决策都需要在二府三司之间进行漫长的公文履行和扯皮。皇帝想要乾纲独断，不可能的，因为你下任何一道命令，如果没有中书门下的附属，没有相关部门的配合，就是一纸空文。这就是所谓的不经凤阁鸾台，何以为赤在宋朝的变种。而且关于兵权，赵匡胤搞了统兵权和调兵权的分离。三衙、殿前司、侍卫马军司、侍卫步军司握有统兵权，负责训练和管理，但不能调动军队。枢密院握有调兵权，可以发兵符，但手底下没兵。这导致了什么结果？兵无常帅，帅无常师。将军不知道士兵叫什么，士兵不认识将军是谁。对于皇帝来说，这当然太安全了，再也不会有安禄山，再也不会有陈桥兵变。但是当皇帝想要像汉武帝那样只派一个卫青或者霍去病去漠北决战时，他发现做不到了。因为体制内根本没有这样能拥有完整指挥权的将领，皇帝自己也无法绕过枢密院去直接指挥某支部队。这种制度设计先把武将的脊梁骨打断了，然后把文官的手脚捆住了。皇帝坐在中间，安全是安全了，但也失去了如臂使指的权力抓手。这就是宋朝皇帝不强势的制度根源之一，权力的过度分割导致了决策和执行的高昂成本。如果说权力的分割只是技术层面的操作，那么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理念，则是从意识形态上剥夺了皇帝任性的合法性。宋朝流传着一块太祖石碑的传说，据说赵匡胤立下一块石碑，要求后世子孙不得杀士大夫及尚书言事人。虽然考古学界对这块石碑的真实性存疑，但从宋朝的政治实践来看，这条原则是被严格遵守的。这在著名的文彦博对神宗事件中体现得淋漓尽致。宋神宗是宋朝少有的想有一番作为的皇帝，他想变法，想富国强兵。有一次他跟元老重臣文彦博争论，宋神宗急了，说了一句更张法治，于是大夫成多不悦，然于百姓何所不便。意思是我变法虽然让你们这些士大夫不爽，但对老百姓有好处啊。文彦博冷冷地回了一句千古名言，为与士大夫治天下，非与百姓治天下也。这句话非常露骨，也非常真实。宋朝的皇权是建立在与庞大的文官集团合作的基础之上的。皇帝承认士大夫的特权，士大夫维护皇帝的统治，这是一种契约。在这种契约下，皇帝不能像朱元璋那样动不动就剥皮食草，也不能像康熙那样搞文字狱，羞辱斯文。宋朝的士大夫拥有极高的话语权和尊严。这种尊严体现在哪里？体现在封伯权和台谏制度上。宋朝的给事中，负责审核诏书的官员，如果认为皇帝的圣旨不合法、不合理，可以直接打包退回，这叫封伯。你没听错，皇帝下的命令，官员可以拒不执行，而且是合法的拒不执行。最让皇帝头疼的是台谏。在唐朝，谏官主要是提意见的，御史主要是抓贪官的。到了宋朝，这两者合流，变成了一股盯着皇帝咬的恐怖力量。宋朝的言官以批评皇帝为荣。如果一个言官因为骂皇帝被贬值了，他在士林中的声望反而会暴涨，被视为骨梗之臣，名垂青史。相反，如果一个言官天天夸皇帝，会被同僚看不起，骂是尸位素餐。这就造成了一种奇特的政治景观：皇帝想修个园子，言官骂；皇帝想宠幸个妃子，言官骂；皇帝想提拔个亲信，言官更是群起而攻之，骂到你收回成命为止。宋仁宗就是这种制度下的受气包典范。有一次，仁宗想提拔他的张贵妃的伯父张尧佐，遭到包拯等人的强烈反对。包拯在朝堂上慷慨陈词，越说越激动，唾沫星子飞溅到仁宗脸上。仁宗皇帝呢？他没发火，没杀人，只能一边用袖子擦脸，一边接受了包拯的意见。回到后宫，仁宗对张贵妃发牢骚：“你只知道要宣徽使官职，难道不知道包拯是御史中丞吗？”你看，这就是宋朝皇帝的不强势。这种不强势不是因为仁宗性格懦弱，虽然他确实仁厚，而是因为制度赋予了文官集团极大的制衡力量。皇帝如果强行打破这种制衡，就会背上昏君的骂名，
甚至动摇统治的合法性基础。在宋朝，做一个听话的皇帝比做一个强势的皇帝政治风险要小得多。制度是硬约束，教育是软约束。宋朝的文官集团非常聪明，他们知道要限制皇权，不仅要靠制度，还要靠教育，从娃娃抓起。宋朝建立了一套极其严密的皇子教育体系，特别是经研制度。皇帝不仅小时候要读书，当了皇帝以后，每天还要上课，由大儒来讲授儒家经典和历史教训。这些大儒讲课的核心思想是什么？就是这一套：君王要克制私欲，要虚心纳谏，要遵守祖宗法度，要垂拱而治，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宋朝的皇帝大多从小就在这种高强度的儒家道德说教中长大，他们被灌输了一种观念：只有压抑自己的个性，顺从文官集团的共识，才是一个圣君。比如宋哲宗，他即位时只有9岁，由太皇太后高氏垂帘听政，救党执政。小皇帝坐在龙椅上，看着大臣们废除他父亲神宗的变法措施，心里很抵触，但他不敢说。直到太皇太后去世，他亲政后才爆发出来，试图恢复新法。但这种反弹通常是短暂的，因为整个文官系统的惯性太大了。这种教育体系培养出来的皇帝，大多具有较高的文化素养，书法、绘画、诗词样样精通，比如宋徽宗，但在政治意志力上往往被磨平了棱角。他们习惯了按部就班，习惯了听取奏折，习惯了在复杂的文官派系斗争中搞平衡，而不是像开国君主那样大刀阔斧地从零开始。宋朝的政治生态就像一张精密复杂的蜘蛛网，皇帝在网中央，任何一个动作都会引起整张网的震动。我们之前说了二府三司、台谏制度，除了这些，宋朝还特别喜欢搞议论相较。什么意思呢？就是皇帝故意在朝堂上安插两派意见不同的人，让他们互相牵制。比如用王安石变法的时候，神宗虽然支持新法，但他也保留了旧党的人在朝中，甚至在王安石权力过大时，故意让王安石下台休息一下。这种帝王心术在汉唐也有，但宋朝玩得最溜，也玩得最过火。这种平衡术的后果是，朝廷永远处于无休止的党争之中。新党上台，把旧党贬到岭南；旧党上台，把新党贬得更远。在激烈的党争中，皇帝的强势变得很难实现，因为无论皇帝支持哪一派，都会遭到另一派的疯狂反扑。而且，由于宋朝不杀士大夫，这种反扑是持续不断的。你今天把他贬了，过几年他又回来了，甚至他的徒子徒孙还在朝中。皇帝为了维持政局稳定，往往只能做和事佬，采取折中方案。这种折中在外界看来就是优柔寡断，就是不强势。比如在北宋末年，面对金军压境，战和不定，宋钦宗一会听主战派的，一会听主和派的，朝令夕改。这看似是钦宗个人无能，实际上是宋朝长期以来议论相较造成的政治惯性，没有任何一派力量能够压倒性的主导决策，皇帝本人也没有足够的权威去一锤定音。宋朝皇帝的另一个软肋是钱。很多人觉得宋朝富，皇帝应该很有钱才对。其实不然，宋朝是国富而兵弱，库充而财匮。为什么？因为冗官、冗兵、冗费。宋朝为了防止造反，养了世界上最庞大的常备军。遇到灾荒，为了防止流民造反，就把流民招进军队，这叫养兵。结果军队数量极其庞大，但这支军队是雇佣兵性质，必须发军饷。加上宋朝为了制衡文官，官职分得很细，一个萝卜哪怕没有坑，也要有好几个官，记录官、差遣等，导致官员数量爆炸。这导致宋朝财政长期处于紧张状态。皇帝想干点大事，比如收复燕云16州，首先面临的问题就是钱不够。而且宋朝的社会结构已经发生了变化，进入了平民社会和商业社会。皇帝不能像以前那样随意征发徭役。在宋朝，政府要做工程，要打仗，很多时候得花钱雇人。这种高度商业化的社会运作模式也限制了皇权的随意性。
皇帝不能简单的用暴力去驱使百姓，而更多的需要依赖经济手段。这就要求皇帝必须更加理性、更加精算，而不能任性妄为。这就好比秦始皇修长城，可以抢征几十万民夫，死活不论；宋朝皇帝要修个宫殿，得先算算国库里的铜钱和绢帛够不够支付工钱。这种经济上的约束，也让宋朝皇帝看起来少了几分霸气。分析了这么多原因，我们最后要来评价一下宋朝皇帝的这种不强势究竟是好是坏。如果我们用开疆拓土、万国来朝的标准来看，宋朝皇帝确实不及格。他们对外战争胜少败多，甚至还要向辽、西夏、金纳贡称臣。这种弱是让很多民族主义者感到憋屈的。但是，如果我们换一个视角，从内部治理和文明造诣来看，宋朝皇帝的弱恰恰是宋朝繁荣的基石。正是因为皇帝不强势，士大夫才有了安全感，才敢于直言进谏，才有了苏轼、欧阳修、王安石、司马光这样群星璀璨的文化盛世。正是因为皇帝受制度约束，不能随意掠夺民间财富，宋朝的商品经济才得以空前发展，诞生了纸币交子，出现了《清明上河图》中那样繁华的汴京。正是因为皇帝不仅是统治者，更是规则的遵守者，宋朝才成为了中国历史上平民生活幸福指数相对较高的朝代。宋朝的制度设计实际上是在做一个巨大的交易，用皇权的自我设限换取内部的长期稳定和文化的极度繁荣。赵匡胤的算盘打得很精，一个强势的穷兵黩武的帝国往往二世而亡，像秦、隋，而一个弱势的注重平衡的帝国却可以延续300多年。事实上，宋朝、两宋一共延续了319年，超过了唐朝的289年和明朝的276年。从存活时间这个维度来看，这套制度是成功的。最后，让我们回到开头的问题：宋朝皇帝为什么普遍不强势？答案很清晰，因为从赵匡胤开始，宋朝的顶层设计就是为了防范强人政治。他们用复杂的官僚制度肢解了乡权，用文官统兵的模式阉割了军权，用台谏制度给皇权套上了道德枷锁，用祖宗家法划定了权力的边界。宋朝的皇帝更像是一个庞大股份制公司的董事长，而不是封建庄园的庄园主。他拥有名义上的最高所有权，但经营权被职业经理人、士大夫掌握，监督权被监事会、台谏掌握。他可以享受皇家的尊荣，但必须在董事会章程、祖宗法度的框架内行事。这种不强势，在和平时期造就了中国古代文明的巅峰，但在面临野蛮力量降维打击的战争时期，也暴露出了致命的反应迟钝和软弱无力。历史没有完美的制度，只有权衡取舍。宋朝选择了防范内部篡位，便不得不承受外部挨打的风险。这或许就是历史的辩证法。如果你穿越回宋朝，做皇帝可能会觉得憋屈，但如果你是做大臣、做文人，甚至做个小商贩，你会发现碰到一个不强势的皇帝，其实是那个时代最大的幸运。感谢观看本期时光 Gamers。如果你也想拾起这段历史的碎片，请在评论区告诉我。我是每天一个历史故事，我们下期见。